在餐廳勸一個人別抽煙是一件有風險的事，得罪顧客、遭遇差評，甚至衝突升級都是代價。當生意越來越難做，任何可能激怒顧客的動作都會變成老闆不敢承受的成本。2026年6月，江蘇南通一家藥膳雞店的老闆因為勸阻顧客在店內吸煙發生衝突，顧客離開後，店主突然倒地，不幸心源性猝死。官方通報出來之前，我們不替任何一方定性，但這件事讓人深思，為什麼今天的服務業連執行一條最基本的公共規則都變成了高風險的事？這期視頻我們就聊聊這個現象背後的結構。你會看到 Manner 的咖啡師為什麼會突然崩潰，海底撈員工為什麼要自費給顧客買禮物賠罪，一個訂單背後到底壓着多少層壓力？餐廳是公共空間，室內禁煙是寫進法規的公共規則。店家勸煙本來不是多管閒事，但問題是，當顧客在店裡點煙，站出來直面的是沒有執法權的老闆或服務員。他們面對的不是抽象的法規，而是一桌具體的消費，一條可能出現的差評。當利潤足夠厚，商家才有底氣維護規則。當生意已經很難，規則本身就會變成一種成本。拒絕無理要求是成本，保護員工是成本。所以很多小店選擇忍，煙味忍一忍，謾罵忍一忍。不僅是店家不敢管，現在連普通人也開始害怕維護規則。就在2026年6月10日，湖南長沙一個小區電梯裡，樊先生因為勸阻同梯男子吸煙，結果遭到對方辱罵、吐口水，甚至圍毆。雖然最後警方介入，對方道歉賠償，但樊先生事後說了句讓人極度心酸的話。他說，以後再也不勸阻公共不文明行為了。你看，這就是代價。不管是開店的還是坐電梯的，只要你站出來維護規則，你就要在現場獨自面對被羞辱、被毆打的風險。當一個行業的生存空間越來越窄，社會的戾氣越來越重，最先被犧牲的往往不是賬本上的利潤，而是現場的規則、員工的尊嚴和普通人站出來的底氣。南通事件之前，上海 Manner 咖啡也爆發過2起员工與顧客的激烈衝突，潑咖啡粉、肢體推搡，表面看是服務員情緒失控，但看一眼工作環境就明白了。很多 Manner 門店只有一個人在工作，點單、做咖啡、打奶、補物料、做清潔，還要面對催單和投訴。有人描述，要在8小时內一個人出500杯咖啡，同時完成所有後台工作才算合格。這等於把一個人強行壓縮進了一套高強度的機器流程。系統長期要求他們像機器一樣高效率、低容錯，同時又要求他們像服務專家一樣穩定提供情緒價值。人不是機器，在這種極度緊繃的環境裡，失控是遲早的事。餐飲業表面上是煙火氣行業，但現在它越來越像一個被平台、算法和價格戰重塑的行業。低價團購9.9元咖啡，低價套餐，聽上去是消費者的勝利，但商家的利潤被徹底壓薄了。小老闆不僅要炒好菜，還要面對房租、人工、食材、平台抽成、差評和外賣配送。任何一個環節變貴，最後都只能從3個地方找回來：壓低價格、壓縮員工、提高忍耐。外賣更是把這種壓力推到了極致，佣金成了固定成本，利潤繼續變薄。一個訂單背後，平台在倒計時，騎手在催，顧客在等，店員在拼命出餐。很多餐廳看起來還在營業，但內部已經緊到了極限，沒有任何緩衝空間。壓力一路往下傳，壓到最底層，就成了對員工的消耗。有海底撈前員工控訴，部分門店存在顧客投訴後，員工被要求自費約500元買禮物賠禮的情況。海底撈隨後核查屬實並進行了整改，這揭開了一種極端的管理邏輯：顧客不滿意，員工賠；顧客差評，員工擔責。服務行業需要重視顧客，但如果顧客至上變成了員工永遠讓渡，那就是把企業的經營風險粗暴地轉嫁給個人。現在的很多問題不是服務標準太低，而是標準被無限抬高，但對員工的勞動保護沒有同步跟上。南通勸煙 Manner 失控，
海底撈的管理問題，暴露出的是同一種結構。當一個行業利潤變薄，所有人都會開始向下轉嫁壓力。平台向商家要效率，商家向員工要產能，顧客向服務員要情緒價值。壓力像漏斗一樣，最終全流向了最底層、最沒有議價權的人。回到南通那個老闆，他不是執法者，卻要處理規則被破壞後的衝突；他不是心理諮詢師，卻要承接顧客的暴躁。最基層的人被迫承擔了最多層級的矛盾，低價不會憑空出現，它可能來自供應鏈優化，但很多時候它來自某個員工更快的手，某個老闆更薄的利潤，某個後廚更長的工時。餐飲業不只有煙火氣，它還有油煙、戰力、催單、差評和失控。當一個行業的利潤、尊嚴和秩序都被壓到極限，最後爆開的往往不是賬本，而是人。求求你們了，別再捲了，我電池明天就到期了，房貸交不上了，求求你們了。